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讲中国军工故事、军墨故事、军迷故事、军工回忆、中国反隐身雷达研发纪实系列。第一篇第15章巴铁，升级远程监视雷达的侦测性能。华强北的电子城令人震惊。摘要：军工产品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顶级技术结合最高质量的一种表现。但是各国军工产品往往过于追求性能和质量，让成本居高不下。如何充分地利用民用产品的低成本来降低军品的成本，那就是一门艺术了。虽然说不是我第一次接触电子对抗，但是如此的军民融合倒是第一次。我首先提升了一下那部美制的 ANFPS-20 远程监视雷达的侦测性能。正文，卡德尔连长那边咱们先不说，先说江处长那边。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啊，他分析了整个的形势，看起来场站的雷达需要更换，但是交货需要一定时间，而且由于联合国的制裁，这个时间很难讲要多久，而这个雷达场站又不能停，否则一旦有事啊，八方的损失将无法弥补。江处长给了我一个思路，就是考虑用什么方法替代已经损坏的零部件。雷达系统这个东西，40%靠硬件，60%靠软件。硬件坏了，大面积改造就比较困难，但是局部补偿替换也不是不可能。请卡德尔连长提供了全套的技术资料，将损坏的部件标识清楚，然后用我的笔记本电脑画成简图，发给了我们厂里的张主任，请大家集思广益，去想办法，想一个解决的办法出来。在我收到张主任邮件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在科克罗巴尔的荒原上闲逛了一天了。这个地方草没有多少，但是却有很多野兔。巴基斯坦人不吃野兔，但是我想我天天吃羊肉已经上火了，想换个口味试一下。于是我就让乔杜里跟我一起去打野兔，因为我自己没法去，我不会打枪。乔杜里听了哈哈大笑，揶揄我啊，说师傅你居然不会打枪，只会打飞机吧？那么这小子把我气了个半死啊！这家伙居然学会用双关语来讽刺我了。卡德尔连长拿了2支步枪给我们。他也是特意叮嘱了我们，虽然是荒原，打野兔之前啊，一定要先对天鸣枪。如果有人的话，他们听见了枪声就会喊叫。我就纳闷了，对天鸣枪不是会把野兔吓跑了吗？乔豆里说，野兔不会跑，你是看不见它的。这个跟蛇眼是一个原理，动态的物体更容易把野兔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巴基斯坦军队用的步枪，其实就是我们援助了国产的560半自动步枪。但是我对枪没有什么研究，这个东西在雷达显示屏上根本看不见。我军训的时候打过枪，感觉后坐力挺大的。第一天打野兔，半根毛都没打到，浪费了8发子弹，倒是把我的肩膀顶了个通红。晚饭之前，我收到了张主任的回复。张主任说，我们厂里车间研究了原理图和零件图，这个原理非常简单，但是部件替换很麻烦，因为咱们国家的雷达制式和八方的美制雷达制式都不一样，需要重新加工。我们车间有一位技术人员提出了一个方案，可以尝试一下，那就是去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城找一找差不多功能的元器件，然后自己加工组装进行替换。如果采用这个方案，我们工厂在广州的办事处可以协调一位同志过去协助。我当时有些犹豫，不过还是拨通了江处长的电话。江处长是个见多识广的人，听到这个主意之后连声叫好，说他们到底是年轻人，有思想有想法，跟得上时代。于是他让我收拾一下，第2天安排去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转机，经香港去到深圳。这个计划我没有告诉二徒弟乔杜里，一方面是因为他手头没有中国签证，没有办法立即跟我过去，另外一方面也就是中国政府近期很有可能参与联合国对巴铁的制裁，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动作是否是违规。另外更重要的是，如果制裁了，那正在建设的瓜达尔港该怎么办呢？江处长跟我在卡拉奇会合，到时候我要请教他一下。这里我多一下嘴，咱们出去用的都是公务护照，在很多国家都是免签证的，否则用普通的英私护照，那就没有办法这么迅速的行动了。在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等待航班的时候，我问起了江处长的这个问题。江处长说，联合国的制裁主要是针对军用产品，
因此，就算我们工厂有货，如果中国参加了制裁，那么在制裁结束之前，按照规定也不应该提供给巴铁任何军工产品。但是民用产品并不在制裁的范围之内，因此这算是一个擦边球。其实就算老米也都这么干了，他们甚至把 AH-1眼镜蛇直升机的民用型给了巴铁，然后由巴铁自己改装了一下，然后就去打塔利班了。巴铁在反恐方面还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大家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看老美怎么搞都行，规矩是他们定的。咱们如果是做了些什么东西被他们抓住了把柄，那就是外交事故，是个麻烦。江处长说，其实巴铁也意识到了问题，所以才把瓜达尔港租给了我们。其实也就是不想连累我们，就算开始了制裁，我们自己在瓜达尔港的部署也并不在制裁范围之内。大家看看巴铁多讲究啊，这才是亲兄弟，真正为了彼此双方的利益考虑的亲兄弟。希望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国人要好好的珍惜这个亲兄弟。我们在到了深圳的时候已经是半夜里了，就住在华强北附近的一个招待所。我们厂广州办协调了7所，中电科第7研究所。第二天有比较熟悉情况的采购人员开车过来，带我们去华强北。2003年夏天的华强北就已经非常的繁华和热闹了。有一句话叫做吃在广东，这一点都不假。我们刚刚到了深圳，为了满足没有吃到野兔的口腹之欲，以及将近1年都没有吃到正宗的中国菜的渴望，我们一帮人猛吃海喝，潮州菜当正餐，然后夜宵又搞了重庆烤鱼，第二天早上继续广式早茶。哎，真他妈爽啊！华强北为什么会这么火呢？因为卖家不光懂生意，还懂技术。我们开始只是想买几个元器件，就请7所的采购员帮我们找熟人问。后来人家就问我们是做什么用的，我们也不方便直接说，但就是把工作原理和技术要求给了对方。那小伙子听了转身就出去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回来之后，每个处理单元都进行了设计，而且参考设计给了我们3种报价，好的、中的、差的，让我们自己选。我当时就惊呆了，深圳的电子行业竟然发达到如此的程度，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啊！线路设计非常精良，绝对达到军工产品的要求。不过我有我的考虑，因此跟小伙子交代了一下，里面所有的元器件全部都要用进口的西门子 GE、4科或者日本的品牌，必须要全部用进口的，不要用国产的。另外我告诉他，钱不是问题，就是要质量最好的，要全进口的。元器件加工的时候要求负荷强度达到理论值的5倍以上。小伙子听了之后又出去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他回来又补充说道，如果用国产的元器件，价格会便宜1半左右，也能够达到我们的技术要求，有些国产零器件甚至质量更好。如果我们一定要采用全进口的元器件，那一点都没问题，它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但是价格就贵了，但是它需要3天的时间来交货。最后他递给我们一个报价单，我看了一眼，我又再次被震惊到了。他那个报价单居然比我们出厂的价格还要便宜大概若干1/10。报价单上面的元器件全部都是国际大品牌，而且全部是100%的进口。就像小伙子所说，相对于国产品牌和国内生产的外资品牌，成本已经是最高的了。但是对于我们工厂来说，军品所有的元器件都是我们自己设计、自己生产、自己开模加工，都是自己来搞，从头到尾一个不落。单位成本一定会远远高于市场上的成熟产品。这次的华强北电子城之行倒是给我提供了一些思路，为以后我们工作提供了方向。不用说，江处长就明白我的想法。他对小伙子说，如果需要明天中午交货的话，能不能做到？小伙子犹豫了一下，考虑了几分钟，说可以，但是要加钱。江处长说，钱不是问题，你先去下单，然后就拿报价，我们赶时间。小伙子就出去了。从深圳到香港来来回回也确实需要时间。他们是半夜凑齐了所有的元器件，连夜赶工，第二天早上交的货。小伙子对那些元器件有些疑问，觉得不像普通的民用产品，尤其是7所的人也在，但是规矩他也懂，不该问的不要问，只管赚钱，只管拿钱就行了。这批元器件加上往返的机票，
住的、吃的、喝的、住宿啥的，乱七八糟全部加起来，居然还是比我们厂同型号的出厂价还要便宜，这个深深的震撼到了我。在4日晚上从香港返回卡拉奇的班机上，江处长对我的谨慎大加赞赏，没有留下任何 Made in China 的痕迹，使得各个方面都不会被动。得到领导的首肯啊，我也非常开心。江处长顺便告诉我，等到这个项目结束，我回国之后啊，他想调我去联络处，让我考虑一下。这下我又睡不着了。我们3天之后啊，就回到了科克罗巴尔雷达场站。这让卡德尔连长对中国人的办事效率有了最直接的认知。卡德尔连长也是出身贵族，他的家庭与婆罗门等级相同，不过他们伊斯兰教跟印度教不一样，没有万恶的种姓制度。卡德尔连长年轻的时候留学英国，毕业之后又回到巴基斯坦为国效力。巴基斯坦的中层军官普遍接受英国教育，这在巴基斯坦是一个突出而普遍的现象。在历次的印巴战争中，他们跟英军保持一样的传统，就是军官身先士卒。因此在几次的印巴战争中啊，就有许多巴基斯坦的军官阵亡，这个跟印度军队有所不同。我趁机也向乔杜里显摆，说我回中国却没有回工厂，更没有回家。你看我这个做师傅的是不是要比他这个做徒弟的强呢？在他不知可否考虑如何回答我的时候，我趁机教了他一个典故，那就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当然深圳的华强北之行我也有了收获。在香港转机的时候，我买了一部柯达数码相机，这是我的第一部数码相机，以后拍照片就不用留有胶卷的数量了。其实2001年我回到了我们厂里之后啊，我们厂车间也有了一部数码相机，也是柯达，但是体积比较大。那一年底，车间派人参加了我们厂组织的珠海航展参观活动，回来之后我还看了一下柯达数码相机拍摄的效果，那真的是非常好。那次在深圳的时候太忙着整理线路设计，忙着吃。到了香港机场的免税商店，我看到了那个柯达3400，小巧精致，咬咬牙我就买了。说起来我出来已经有1整年了，身上根本没有现金，钱也是向江处长借的。我吃人家江处长的，还向人家借钱，我实在不好意思。不过谁让他是领导呢？从深圳带回来4块电路板，这其中包括一个相同元器件的不同设计。这是由于我对它的技术性能没有足够的信心，我就搞了2个，万一一个不行，还可以试试另外一个，也省得来回折腾跑。安装的时候，那个最难部分的非常顺利，2个都能用，但是另外一个相对简单的元器件却出现了问题。我在前面几期都介绍过，雷达其实就是发射、接收、过滤这几项主要功能。发射的部件要求比较精准，要什么波长什么频率保证大功率发出去到达设计范围就行。这部分易损件更换了就不会出现大问题。接收其实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把看见的信号都收集起来。我在设计元器件的时候都加大了电磁通量，也就是可调范围更宽了。那么对于接收器来说，收到的内容比以前就多了。问题是过滤模块没有损坏也没有更换，那么接收的东西太多，过滤不过来，就造成了雷达出现虚目标，也就是杂点。雷达的滤波器原理跟蛇的眼睛差不多，只有动的东西它才能被分辨出来，否则发射出去的电磁波碰到大山树林楼房什么的，它都会反射。如果全都显示出来，那就会干扰到你想看到的重要的移动目标。举一个例子，现在的这一部预警雷达，以前大概可以看到200公里左右远，以100公里以上的时速飞行，面积和大巴差不多大小的物体。那么改进之后呢，这部雷达可以看到同样距离、同样高度，以40公里小时行进的自行车大小的物体，性能有了相当大的提升。这个就麻烦了，对面的印度人口密集，看到的都是飞机什么东西的。印巴边境线附近大概有150公里都是荒漠，野兔又多，野兔多了，天上的老鹰就多。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巴基斯坦白羽苍鹰，还有一种秃鹫。这些家伙体型大，飞得高，而且速度快，经常雷达上面一个小亮点一闪而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经常会触发雷达的报警。由于这一台跟身后的欧迈尔戈德雷达场站的中国产的 LY60 中程地对空导弹连接，
因此这边一报警，那边就进入了战备状态。每天早上老鹰捉野兔的时候啊，也就成了欧麦尔戈德雷达场站警报奏响的时候，很是烦人。其实巴铁的空防沿用了北约的战术思想，那就是以空制空，而不像老毛子的作战思想以地制空。一旦预警雷达发现了目标，那么最忙的就是空军部队了，而不完全是地空导弹部队。其实咱们现在的空防战术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转变。军中藏龙卧虎，总是有高人。我们解放军很清楚，在当时2003年的时候，打常规战争、打核战争，我们解放军怎么都打不过美军。毕竟人家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实战经验丰富，无论是从科技、战术运用、多兵种配合、情报收集等等方面，咱们和美军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更不要说像现在一样并驾齐驱了。那咱们就亦步亦趋，师从美军就可以了，对吧？美军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美军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美军研究什么，咱们就研究什么。这个战略大概从第2次海湾战争之后就开始实行了。各位老铁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2015版的陆军作战手册和空军作战手册，再对比一下美军的作战手册，除了一个用中文，一个用英文，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你看，连作战手册都山寨了。我军目前对比美军最缺乏的就是实战的作战经验，因此亚丁湾巡航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举措。当年海军还担心校费比的问题，求的时间太长了，你知道吧？从上到下全部是抠抠缩缩的。这都要说当年军队要忍耐，对吧？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把部队的人员把军工的人搞得就是到现在为止都是抠抠缩缩的啊，什么都得精打细算，一分钱恨不得掰成2半花。结果最后呢，总参直接下令出发，这算是我知道的基层没有主动请缨出战，而由上边直接下令非常稀有的案例之一。现代战争讲究的是什么呢？其实美军战术思想沿袭了纳粹德国的闪电战思想，那就是先发制人。如果准备好打你，你只要动了，我一定是第一波就摧毁你的反击能力。大家还记得空军作战部队的口号吗？就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就是这个作战思想。现代的预警雷达其实不是看飞机的，看的是对方的导弹，你的导弹甚至导弹部队有什么异动异样，我第一时间就需要知道。如果判断那是威胁，那就不用等你发射了，我直接把你给消灭了。这就是美军先发制人的作战思想。因此美军只对重点目标配备爱国者导弹，部队空防都是以 C 波段、U 波段和 X 波段雷达为主，包括卫星和无人机侦察。它的目的就是要看得见，看见了之后，如果他觉得不爽了，那就直接用导弹消灭对方的空防力量，然后大规模精准空袭，也就是所谓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或者用特种部队以激战的方式突袭，那就是所谓的斩首行动了。咱们解放军在当时是可以实现外科手术式的攻击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斩首行动还做不到。那个时候所有的陆航直升机加在一块儿才200多架。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还在用空降呢，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直升机，或者说白了点，没有那么多直升机的飞行员。这跟辽宁舰刚入役的时候情况差不多，航母是造出来了，但是航母战斗群的作训人员却严重的不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辽宁号建好以后那个航母上那个地勤人员做那个走你对吧？做那个走你那个手势的时候，往往是2-3个人一起做的，就是因为要抓紧时间训练人才，训练地勤人员，训练各类的人员。你看，连地勤人员都那么缺乏，那飞行员就更缺乏了，是吧？困难还是很多的，不光是造船厂的问题，更是造飞机和培养人才的问题。目标并不是怎么去实现航母的那些作战效能，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培训航母编队的防空反潜能力，航母编队与其他兵种的协同作战能力，以及更加迅速的培养舰载机飞行员。巴铁现在跟咱们那么铁，就是因为咱们当年曾经在关键的时候拉了他们一把，让他们免于被印度吞并而亡国。巴铁经济上并不富裕，但是他的军力并不弱，他的陆军装备和空军装备都有顶级的配置，而且战术思想也是沿用美军的。尽管反恐战争中
美国对巴基斯坦有颇多的怨言，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历届的美国政府都把巴基斯坦视作非北约的重要盟国之一。巴基斯坦的军队战斗力也非常强悍，像沙希的、卡德尔这样有英国留学背景的、有着高学历的军官，在巴基斯坦军队基层比比皆是。他们作战是为了荣誉，是为了国家的荣誉、家族的荣誉和个人的荣誉。这个战斗力是惊人的。所以说，人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很多事情是不能用经济利益来衡量的。在伊拉克的时候，曾经领教过美军的 EA-6B 徘徊者电子战飞机，我们把徘徊者起了个绰号，叫做流浪汉。每次美军空军出动，不管是作战还是演习，流浪汉就会打头阵。我们厂车间曾经研究过如何破解流浪汉的干扰。反正我在科克罗巴尔雷达场上闲着，我倒是想测试一下，如果我们提升了雷达的干扰能力会怎么样。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跟江处长谈了这个想法。江处长大概询问了一下我需要什么样的器材，怎么改造。我大概估算了一下，需要一个滤波器，一个全波段扫描仪，还要设计一个载波线路。其实东西倒并不是多，具体的内容啊，我还需要跟我们厂车间的张主任探讨一下。其实我们工厂并不负责电子对抗方面，雷达才是我们厂的强项。不过在跨界盛行的今天，偶尔做一点专业的拓展，相信对于我们国家的国防建设，对于扩大我们厂的产品线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吧。按照正常的情况，江处长应该请示我们厂的联络处，然后由我们厂的联络处跟北方集团 Norinco 请示，如果需要的话还要报告总参，之后才能批准这样的测试行动。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确实是比较小，江处长跟我说，我就先试一下，只要别惹出什么麻烦就行。我做事的谨慎态度他是了解的，他也是对我比较放心的，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批准了我测试的请求。好，本期讲完，喜欢的老铁请转发、留言、订阅，谢谢大家。